上海话里的王胖子究竟有多猛？他竟敢一个人挑衅一府张家人。胖爷，我来了，所有的重新聊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。质疑我胖爷实力的人是要吃大亏的。各位观众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要乱动啊！这回可不是彩排了。这是王胖子智勇双全的高光时刻，只因张海克要拉吴邪入伙，决定测试一下吴邪朋友的实力，若不合格就不能参加消灭夜王的计划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个头戴头套的人被绑了进来。虽然此人体型像极了胖子，可吴邪却不认为胖子会被抓住，于是便让人取下他的头套。哎呀，我真有疼，我真有疼！这谁啊？抓错人了吧？这人不是你朋友吗？不是啊，我朋友比他猥琐多了。张海信愤怒地抓起大胡子开始盘问，没想对方却是一通叽里呱啦的鸟语。吴邪顿时笑得像个铁憨憨。就在众人蒙圈时，一个烟雾弹被扔了进来。毒气，大家小心，开窗！张家人立马将窗户打开，接着便把烟雾弹踢了出去，并做好了迎敌准备。可等了半天却没有一点动静。意识到上当的张海信当即让吴邪把胖子喊出来，毕竟这种小动作根本吓不到张家人。可话音刚落，一道红色激光就打到了他的额头上。在真理的威胁下，张家人终于认可了吴邪的朋友，让你朋友进来吧，他过关了，确实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胖子在外面时，一旁的大胡子跳了出来，他一把扯下人皮面具，原来这人就是王胖子假扮的，而那个红外线也只是个玩具。胖子仅用了一根棒棒糖，就让外面的孩子帮他瞄准。原来他在吴邪身上放了一个监听器，房间里的谈话都被自己听得一清二楚。想着天真受到的委屈，胖子当即教训起张海信来。小姑娘太嫩了，你们家家长怎么能放心你出来混社会呢？回家多吃几口奶吧。住手！张海克虽然也想揍他，但为了完成张起灵留下的任务，他也只能暂时忍让。之后胖子提出所有条件必须重新谈判。我胖爷呢，刚才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先礼后兵，不好意思，先礼已经表演完了，下面该表演后兵了。结果话音刚落，无数激光射了进来，并瞄准了所有张家人的要害。这回可不是彩排了，天真，跟着我。张海信以为这又是玩具，却没想子弹从窗外射了进来，现场立马一片混乱。好在两人安全逃了出来，而留在房间里的张家人很快就找到了应对方法。张海信用飞刀将窗帘放下，暂时挡住了他们的视线，也给了自己一丝喘息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胖子带吴邪来到了一间房间。原来胖子和老外达成了合作，他们自从上次在厕所分离后，胖子就被一伙老外请了过去。原来冯老板收购了裘德考的公司，想要进入雪山深处研究夜王的起源和进化。可这时外面的枪声却突然停了，看来战斗已经结束。冯老板立马前去查看。这货一手拿了钉枪，一手拿了100万，还说是咱们粉丝，我受得了吗？可两人在房间里等了半天，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踪影。胖子刚想出门查看情况，却没想意外发生了。胖子，吴邪立马上前查看，好在胖子并无大碍，原来有人躲在门外偷袭他们。为了弄清楚外面的情况，吴邪将卷轴丢到门口，很快就确定了杀手的位置。于是两人配合默契，很快就将对方制服。可吴邪万万没想到，袭击他们的竟是修行场的行者。看来这里肯定发生了什么，于是两人准备离开这里，却没想原本人声鼎沸的修行场却突然空无一人。两人赶忙来到下山的必经之路查看，却发现雪地上没有一个脚印。看来所有人都还躲在修行场里，可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让神秘的张家人和全副武装的老外都躲了起来。来了新的敌人，而且是个可怕的敌人，夜王来了。